要是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您就会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。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，却利用电影中学到的情节，为家人制造了一场不在场的完美谋杀。给我抓回来！他吃你！男主是由肖央饰演的李维杰，他在赛国的粲班镇经营着一家网络器材店，因为平日里没有多少顾客，便经常来隔壁的饭店吹牛聊天，内容大多是一些电影情节。闲暇之余，他会仗着自己阅片无数，将这些剧情打乱，编成一个新的故事。不仅如此，在看到《唐人街探案2》中肖央饰演的角色后，李维杰还不忘自己致敬一下自己。这个呢就叫蒙太奇了，就是镜头、简介加音效，看着自己那都是骗人的。希区柯克这种紧张，那才是真紧张。李维杰对各种影片如数家珍，他有一句名言：只要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，一切都是人为的。结果就在他侃侃而谈时，你等着，等等！桑昆是本地的基层警察，同时也是这一带的瘟神，经常以调查案子的理由到处敲竹杠。这么说吧，就是在梦里赚了100块钱，也要上交给他99。李维杰一介平民，自然不敢和这个黑警作对，但背地里碰上桑昆这个瘟神，还是会偷偷的利用电影情节给那些被坑的受害者家属出主意。这天，李维杰在和客户谈生意时，又发现桑昆在利用职务之便敲竹杠。原来，老人家孙子的一只眼睛被警察局局长的儿子给戳瞎了，对方拿出的10万赔偿金，在桑昆的威逼恐吓下，最后居然只剩下6000元，私了了事。见老人家迷迷瞪瞪，在桑昆的恐吓下就要签下谅解书，一旁的李维杰于心不忍，于是趁桑昆上厕所的间隙，按照从电影上学的方法，偷偷告诉老人：你呢，带着孙子到医院去做伤情鉴定，有了伤情鉴定书，警察就一定会立案，到时候按照程序赔偿你不要听他瞎讲。听了这话的老人豁然开朗，等桑昆回来，一改刚才的胆小怕事，态度强硬的表示要去做伤情鉴定。而这180度的突然转变，瞬间搞得桑昆一头雾水。我都帮你争取到6000了，你是干嘛啊？搞我啊？鉴什么定啊？谁说的？店顶上说的。你说个数。对不起。喂！老人家嘴上说着是和电影上学的，但桑昆心里明白，这些说辞肯定是李维杰刚才偷偷教的。毕竟在这附近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电影迷。可现在没有证据，桑昆拿他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恶狠狠地丢下一句狠话：电影说的什么？啊！回头。与此同时，警察局局长拉温正在审一起谋杀案。嫌疑人晚上在将朋友送回家后，便下楼和马友在自己家打起了麻将，直到第2天叫朋友上班时，才发现朋友早已离奇死亡。警察勘察现场，确认死者的死亡时间在凌晨1点左右。那时候嫌疑人正在楼下打牌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而拉温做了20年警察，知道没有不留痕迹的作案现场。他来到案发房间，只一眼便看出了嫌疑人的作案手法。你确实把他送回了家，而且很快离开了。人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。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惯性思维，制造了不在场证据。我去到楼见。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作案时间的问题，是作案空间的问题。证据呢？原来嫌疑人趁出去透气的功夫，利用提前套在朋友身上的麻绳，在楼下将其活活勒死。拉温则根据楼层间的勒痕轮廓买了一捆同款麻绳，还原作案过程，再加上谎称麻绳上留有指纹，成功击溃了嫌疑人的心理防线，轻松破获了这起完美谋杀案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么离奇的案子，您接手1天就破了。仔细研究过1000个案子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。拉温不仅手握局长实权，丈夫多鹏还是候选市长的一员之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多鹏会是下一任的新市长。可美好的事物总会有瑕疵，由于拉温极度溺爱儿子，竟将儿子养成了一个嚣张跋扈的禽兽。前面戳瞎老人家孙子的那个富二代，说的就是他的儿子素茶。要不是多鹏打通关系压下此事，恐怕早已经闹得人尽皆知。只是素茶非但没有认识到错误，还一气之下开车离家出走。见此一幕的多鹏气坏了，生怕这个混蛋又干出什么出格的事。毕竟他此时正在竞选的节骨眼上，一旦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，那这些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结果就是人越担心什么，就会发生什么。素茶转头堵住自己的女同学，拿出偷拍的侵犯视频威胁她：上次没意思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原来数天前，平平在参加一场同学夏令营时，被心怀不轨的素茶盯上，在晚上的篝火晚会上喝下了加了料的果酒。等醒来后发现衣衫不整，这才醒悟遭遇了侵犯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素茶还录下了当晚视频，如今更是大胆的威胁他，晚上10点在他家的仓库碰面，如果不去，就将视频发出去。而这个平平正是李维杰的大女儿。由于两父女缺乏有效沟通，平平在夏令营被侵犯后，因羞耻和恐惧以及不信任父亲，选择了沉默。更巧合的是，这天李维杰到隔壁的城市罗统
出差。晚上，平平看着时针，惶恐不安，终于在母亲阿玉的询问下说出了所有事情。这边李维杰来到罗统出差的酒店，升级酒店的网络系统。由于运行系统检查需要1夜，他便在酒店订了一个房间。晚上无聊之际，发现附近有一场自己喜欢的拳手的比赛。虽然日子过得清贫，还是在 ATM 机上取了一些钱。此时时间是4月2号8点18分。随后他又以拳赛开始了半小时为由，花半价从小贩手中购买了一张全票。李维杰不会想到，刚才这些平平无奇的小事会成为日后他不在场的完美证明。时间很快来到10点，素茶如约来到仓库，想就地逼迫平平就范，可不料等在这里的还有阿玉。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，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，我就给你毙了。殊不知素茶仗着家里撑腰，早就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子。面对愤怒的母亲，不仅没有胆怯，还拿出当晚的视频炫耀，并且更无耻的是，他还对上来抢夺手机的阿玉玩味地说：“给你可以，那你再去猜啊。”接下来就是导演利用蒙太奇手法，双线叙事讲述影片发展的走向。李维杰在罗统看着激烈的拳赛，仓库里的3人则为抢夺手机扭打在一起。由于男女之间力量的悬殊，母女逐渐不敌。眼看母亲被掐住脖子推到墙角，慌乱中，平平拿起地上一把锄头，然后对着素茶的头猛地砸了下去。素茶被砸中后脑，当即倒在地上，没有了知觉。这时画面切换到拳赛，拳手被击倒，裁判赶紧扒开他的嘴。李维杰见一旁的观众不懂，主动解释裁判这么做的原因。为什么要打开他的嘴巴呢？吞舌，他被打昏了，很容易出现吞舌，这个时候没人管他会憋死的。同一时间的仓库里，阿玉战战兢兢地检查素茶，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，一股无力感顿时袭遍全身。虽然是误杀才打死的这个禽兽，但对方可是警察局局长的儿子，在这个权力一手遮天的城市，素茶父母能轻松打通关系，到时候平平牢底坐穿，这都还是轻的。而现在的素茶其实和拳手一样发生了吞舌。两母女不知道这些常识，为了保护女儿，阿玉当即做出决定，将尸体装进麻袋，埋进后院的新坟墓之中。这个墓是附近一位老邻居的，几天前刚刚下葬，土壤翻动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。同时，看完拳赛的李维杰给家里打电话，阿玉和平平不在房间，小女儿安安便跑来接电话。因为路上耽误了时间，接起电话的瞬间，李维杰那边挂掉了电话。安安听到外面传出声响，随手将电话放回去，却没有将听筒放回座机原位，这也导致李维杰一直打不通电话。刚才外面的声响是阿玉转移素茶时不小心碰到了水管，来回颠簸露出了麻袋里的手。安安顺着声音看到了这一幕，虽然平平及时返回房间将他带走，但小孩子出于好奇心，还是偷偷溜到2楼，目睹了阿玉将邻居恩叔的坟墓挖开，将麻袋埋进去掩藏尸体的全过程。另一边的李维杰怎么也打不通电话，意识到家里可能出了事，于是赶紧打高架车返回家中。推开门，看见妻女满脸惊恐地蜷缩在角落。随后他得知所有真相。这一刻，李维杰深知报警对于他们这个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内心的善与恶开始拉扯。